诚意那些收不住的表情，凭什么比精修脚本更能卖货？先甩个数字，同一场直播，同一款产品，一段是精心写好的话术，一段是主播自己没收住的自然反应，你猜哪一段带来的下单更多？按常理，肯定是打磨过的那段对吧？专业吗？但我最近翻了一圈这类品牌直播的复盘，越看越觉得有意思，答案基本是反着来的。具体倍数我这儿得保留意见，方向却非常清楚，那些不完美的瞬间转化更高。你猜怎么着？我发现这事儿背后藏着一整套逻辑，今天就想跟你捋一捋。咱们今天不聊八卦哈，聊一个行业机制，为什么在直播间里有时候演的越少，反而卖的越多？而要讲清楚这个，我手里刚好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。诚意科润那场美妆直播，那阵子他直播间里几个反应被全网疯传，脸红了下意识捂脸，鼓掌鼓得向海报拍手，还有些收不住的小表情。大家第一反应是啥？可爱呗，真实呗，这人怎么这么松弛？我先说清楚啊，别误会，我是他粉丝，这个我不藏。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我家哥哥好可爱，那没意思。我想讲的是，这种可爱为什么能变成品牌方账本上实打实的钱？因为你想想看，可爱的人多了去了，可爱不等于能卖货，中间那一步是怎么跨过去的？这才是关键。说回诚意这个人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，一个演员在没有剧本、没有导演喊开始的场合，直播这种全裸奔的环境还能这么松弛，这本身是什么水平？关于他的表演状态，业内一直有个说法，大意是他属于那种导演一喊开始就能迅速进入的类型，具体原话我就不还原了，免得记串，但这个方向应该没跑。翻译成人话就是他对镜头前的自己有极强的掌控。那反过来，当他在直播间里没在演的时候，那个松弛是真的松弛，不是装出来的松弛。这两个东西看着矛盾，其实是一码事，底子稳才敢放。所以你要是把他那些自然反应理解成没准备好，不专业，那可能真看反了。能在无剧本场合稳得住，还这么自在的，段位只会更高，不会更低。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这些表情为什么能出圈？光可爱是不够出圈的，真正让它扩散的是一个特别当代的机制，可切片性。啥叫可切片性？就是一段内容里有没有那种单独拎出来做成15秒短视频也成立的高光瞬间。诚意那个海报是鼓掌，脸红捂脸，你把它单独剪出来，配个字幕，它自己就能在短视频平台里跑。不需要你懂前因后果，一眼就 get 到笑点、萌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品牌方花了一场直播的钱，却买到了全网自发的2次传播。观众减，粉丝减，路人减，一传十，十传百 ，reach 直接冲出了原本的粉丝圈。这波传播，品牌1分钱没多花。这里插一句，你别小看高辨识度这4个字，这年头能被一眼认出来的招牌动作太稀缺了，多少人想设计一个记忆点设计不出来，诚意这是天生带的，这个 level 的辨识度是钱砸不出来的。好，到这你可能觉得，行，我懂了，真实等于可爱，等于能传播，等于能卖货。但你要是只看到这儿，就漏掉最关键的了。这里我想停一下，因为有个矛盾特别值得说。按道理讲，精修话术更专业啊，字字斟酌，卖点清晰，逻辑严密，该更能打动人才对。凭什么反而是那些收不住的反应赢？我琢磨这个琢磨了挺久，后来想明白了，品牌直播里真正的货币不是话术，是信任。你想啊，观众点进任何一个直播间，心里都揣着一层默认的防御，这是广告，他是来卖我东西的。这层防御就是转化路上最贵的墙。而精修话术呢，它有个副作用，它太完美了，完美到会激活这层防御。观众一听那种滴水不漏的推销，脑子里这是广告的警报叮一下就响了。反过来，那些自然的甚至有点笨拙的反应，干了件特别厉害的事，
他把这是广告这个标签悄悄撕掉了。观众看到一个人真情实感的脸红，真情实感的乐，那一瞬间他信的不是产品，他信的是这个人没在演我，没在骗我。说白了，观众买的从来不是那瓶乳液，是我信这个人的那一秒。而这一点恰恰跟程毅这个人是咬合的，他不是临时装真实，他给外界的一贯印象是那种把戏是整个剧组的事，不能因为自己耽误一整个组这类集体责任感看得很重的人。你品品这种职业观，一个把表里如一对集体负责放这么重的人，他在镜头前那种松弛是长期攒出来的底气，不是一天两天演得出来的。我承认我有偏爱哈，但这次的判断我可以保证是公平的，市场愿意为他的真实感买单，不是运气，是这份真实有真东西撑着。行，聊到这儿，我给你留个能带走的知识点，不是粉丝也用得上。记住两个词，一个叫转化漏斗，一个叫信任成本。任何一场直播带货，观众都要走一条漏斗，先看到你，再愿意停下来，再愿意信你，最后才掏钱。前面几步靠流量，靠内容，但从停留到信任这一跳，是整条漏斗里最难也最贵的一跳。绝大多数直播间死就死在这一层，观众看得挺开心，就是不信你，不下单。所以下次你再看任何一场直播，或者刷到任何一条广告，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他是在拿话术硬推，还是在降低我的防御心？能让你忘了这是广告的，才是真高手。下次你看到一个主播卖货特别不像在卖货，你就知道该看的不是他嘴皮子多利索，而是他把你的信任成本压得有多低。这个框架，程毅那场直播就是个正面样本。那么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精修话术和自然反应，到底哪个更能卖货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自然的赢，而且不是侥幸赢。因为在一个人人都在设防的时代，能让人卸下防备的真实感，本身就是最硬的通货。程毅只是刚好把这件事演示得特别清楚。最后甩个问题给你们，评论区见，你觉得那些卖不动的直播，到底是错在话术不够精，还是错在一开始就把真实感当成了短板来改？这俩答案方向完全不一样。宝子们，你有没有哪一次是因为觉得这个人没在骗我就下了单？来评论区聊聊。老粉应该懂我今天在说什么，咱们支持他，从来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看到了别人没太看懂的东西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一套向内 vs 向外的审美公式，看懂程毅。有意思的事儿，我最近刷到一批文章，全在干同一件事，把演员两拉出来分成两类，这个偏这边，那个偏那边。看多了，我突然反应过来一个问题，你猜怎么着？可能咱们从一开始就在比一个错的东西。我先说清楚啊，这期不是要给谁排名，恰恰相反，我今天想聊的是一个比谁更强有意思的多的问题，一个演员的魅力到底是往外走的，还是往里走的？说白了，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东西。你把它搞懂了，以后看任何一个演员，甚至看主播看歌手，你都有一把尺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叫往外走，什么叫往里走？我先把结论亮一半啊，后面再慢慢拆。有一类演员，他的魅力是辐射型的，情绪、状态、存在感，主动往你脸上推，你坐在屏幕前面是被动接收的，他给多少你收多少，特别有冲击力。还有一类是探索型的，他不推，他往里收，他把东西藏进去，然后让你自己凑过去猜。这两种，我先把话撂这儿，没有高下，真的没有。这是两条赛道，不是两个段位。行，那程毅在哪一类？宝子们应该已经猜到了，他是典型的往里走那一挂的，而且我觉得他是这条路上，怎么说呢，是把这条路走得挺极致的一个。说回这个事，我得具体讲讲向内型到底在干嘛，不然全是空话。我不特指哪一场戏啊，我说的是他身上那种一贯的处理方式，他很多戏里最好的那些瞬间，往往是没台词的时候。情绪不是嚎出来的，是一个眼神先稳住，再轻轻收回去的那种。
他不把眼泪甩出来给你看，他是把那口气咽回去了。而这种处理，信息量常常比一整段哭戏还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逼着你去补。你会忍不住想，他刚才在想什么？他忍住的是什么？这就是向内型最核心的机制，魅力不在他做了什么，在他没做的那个地方。他给你留了一块空白，你自己的想象力冲进去把它填满了。填的过程里，你已经入戏了。这个东西特别反直觉。我们看戏，本能上会觉得情绪外放等于会演，脸上写满戏等于有实力，对吧？哭得撕心裂肺，我们鼓掌。可向内型这套，他的功夫全在减法上。加法好评判，你给了多少一目了然。减法呢？减到什么程度算刚好？减过了变面瘫，减不够又浪费。这个火候刚刚好的分寸，才是真正难的地方。慢工出细活，说的就是这种。好，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。因为真正有意思，也真正有点不公平的地方，其实在后面。我要问一个问题，既然向内型这么难，为什么这类演员反而经常被低估？你想想看，这个矛盾特别值得说。明明是更难的活儿，结果呢，往往是外放型的更容易被夸炸裂封神，向内型的却经常听到是不是有点闷，是不是没什么表情。我琢磨了挺久，我倾向于这个判断，问题不在演员，在这套评价机制本身。他天生偏爱外放。你看啊，奖项也好，热搜也好，短视频切片也好，他们奖励的都是可见的，能被截出来的，能被量化的东西。一段爆发戏，切3秒出来就能上热搜。可一个忍住的眼神，你切3秒出来，什么都没有，得看完整段，得知到前因后果，你才懂那一下的分量。这个说法我自己也留点余地啊，不是100%的定律。但大方向上我挺确定，向内型的价值是延迟兑现的。它不适合被切片，它适合被完整的看，被反复的看。所以这里我想替一类演员说句话，不只是诚意。在那个更偏爱外放的大盘子里，任何一个选择往里走的演员，其实都在冒险。他明知道这条路见效慢，容易被误解，还是走了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判断力。作为看了他不少戏的人，我说句偏爱的话，但这个判断我尽量放公平。我个人的感受是，他常常处在戏没给够，他自己补满了的状态。剧本框架就那样，留给角色的空间有限，但他能在那点缝里，用眼神，用呼吸，用一个停顿，把人物的里子给你撑起来。这个不是谁都做得到的。扯远了哈，拉回来。我不想让这期只停在夸上，我想给宝子们，也给不是粉丝的朋友，留一个能带走的东西。下次你看一个演员，想判断他是哪一挂的，你可以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他最好的瞬间是在给的时候，还是在收的时候？爆发时最亮，偏外放；沉默时最有戏，偏内敛。第二，他的戏适合被切成短视频吗？3秒能看懂，偏外放，必须看完整段才有味，偏内敛。第三，你看完之后是被他打动了，还是忍不住去想他刚才在想什么？前者是他推给你，后者是你被他勾进去了。get 到这3个问题，你就不太会再用谁演技好，谁演技差这种糙尺子去量人了，因为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不是好坏，是方向不同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的说，我看那批对比文，不少底下明明白白写着本文由 AI 生成，这个你得留个心眼。这类文章往往没有采访，没有一手信源，是把网上现有的说法聚一聚，放大一下。它可以当个引子，当个话题，但你千万别把 AI 聚合文当成专业评价。真要判断一个演员，还是回去看他的戏。下次你再看到一篇言之凿凿的对比文，先翻到最底下看一眼，是不是 AI 写的，这一眼能帮你省很多冤枉气。好，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我说咱们可能比错了题，比的是谁更强，可正确的问题也许是他往哪个方向走。
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，诚意走的是向内这条更难，也更容易被误解的路。而被低估这件事，说到底，我不认为是演员的问题，是那套只会奖励外放的尺子，暂时还量不到它这种价值。时间这个东西，对向内行是友好的，因为它经得起复看。懂的人会慢慢懂。那我把问题抛给你们，被低估到底是演员的问题，还是机制的问题？评论区聊聊，我挺想看你们怎么想的。行，今天这期就到这，宝子们，咱们下期见。